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美国的一起杀人案件竟然震惊了全世界，甚至每个美国人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有多大？你知道，现在连美国总统川普还特别发文说，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这个人，而且我们要有更加强烈的手段。为什么？你看到这一次遇害的是一名20几岁的女孩子，这一名被害人她其实是乌克兰人。我们都知道，现在俄乌战争之下，他今天是从乌克兰的战场逃回来的，他带着他的家人，希望能够逃难到美国去，能够避难，而且有一个全新的生活。他原本以为美国是一个极度安全、极度富裕，给他一个第二人生的机会。结果没有想到，你看到画面当中，他只是坐在轻轨里面，没想到嫌犯竟然从后面拿起了凶器，直接对他来行凶。短短的几秒钟时间，憾事就发生了。这憾事发生之后，这一名嫌犯竟然嚣张到旁边换完衣服，若无其事的离开。而为什么现在全美国人听到这件事情，而且听到这个案情，拳头都硬了起来？因为这一名嫌犯竟然过去已经被抓了14次。等于是他连续犯了14次之后，他每一次都被放出来，而被放出来的理由千奇百怪，最后这一次竟然把人给杀了。而现在川普当然也抓到这个机会，我们过去知道他在加州派了国民兵进去，把所有的非法移民通通都赶走。今天最高法院已经跟他讲非常的明白，我支持你这样做。所以现在川普也抓到这个杀人案这个气势。他完完全全现在把所有的治安的武器一把抓进去，他要做的事情，你今天哪一个政敌有出了什么状况，我就会派兵进去，全部把你歼灭。好，世总，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全球全美都在讨论这起杀人案，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我们以为美国治安，我们都知道美国治安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这未免也太差了吧？对。一个年轻20几岁、23、24的女孩子搭轻轨，莫名其妙哦！你看到的画面，她只坐在那，嫌犯就从后面拿凶器，就在轻轨里面把她杀掉了。没错，我们看到这位是长得非常漂亮，一个23岁的乌克兰女子叫伊丽娜。她因为逃离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来到美国北卡州的夏洛特，重新展开她的生活。就没想到她坐在这个夏洛特市的轻轨的时候，你可以看她坐在这边，后面突然有一个男子，然后他穿着红衣服了，他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拿着这个凶刀往他不断的砍了3、4刀之后，这个伊丽娜就不幸的这个过世。那不幸过世之后呢，你知道这个砍人的叫德卡洛斯，他还在那边大拉拉在车上，没有人抓他，然后他还在那边换衣服之后走在这个车轨在那边走来走去之后，后来了无其事的离开了。那这件事情来说话，你要为什么引起社会大家的抗议跟大家的反思吗？赵尔，你知道吗？第一个时间当然有人出来这个声援这个女生，对不对？对。但是也有人出来声援这个说德卡洛斯啊，不是他杀人哎，还有人帮他捐款，真的假的？对，所以呢，第一个时间呢，这个让谁抓到机会？让川普抓到机会。川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队长，对不对？但你知道他事实上他在选举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口号叫 Law and Order， 他现在要把这个 Law and Order 推出来了，整个美国都是万恶的高谭市啊，比乌克兰还要危险啊！高谭市是什么？蝙蝠侠，所以他现在不只是当美国队长，我还要化身成蝙蝠侠，我要对付你们。我怎么对付你们呢？他现在就说，我现在要对全美国的治安宣战。你看他现在什么？我现在不是把这个国民兵进入到华盛顿特区之后呢，犯罪率大幅的下降。那前一阵子到加州去了，也有成效。他现在要准备到哪里？到芝加哥。我不只要让美国的 law and order 重新起来，我要用这样来证明说，你们这些左派事实上没有我的能耐高啊。志忠，为什么他今天可以？今天川普抓的这个风，为什么？你看到，因为这个画面出来之后，没错，全美国人拳头都已经硬了。你刚刚甚至还有说，有人在帮嫌犯来声援，对，帮嫌犯在募款，对，大家说怎么可能？是为什么？因为他太冷血了。是，他今天犯案完之后，我们刚刚讲，他马上呢去换了衣服，而且就静悄悄地站在这个车门旁边，没错，车门旁边之后就若无其事哦。什么事都感觉没有发生，他就走了。对，因为他这样很轻易就夺走了一个女生的这个生命。我们看了，如果你看了这个影片，你真的会于心不忍哈。那把他砍了好几刀之后，你看他还在那边换衣服。你看这个，他拿了这个凶刀，我们看到下面有一点一点，因为电视的尺度关系，我们把它抽射，但其实这就是血迹。好，那好，后来换了衣服之后，换了衣服之后，他还若无其事。你看这边都是血迹，这边点都是血迹。对，他们走来走去，然后那换衣服，最后若无其事的等待这个轻轨进站之后，我就向下车。而且你知道这个人哦，他根本就是想置人于死。没错，他今天不是说只是想伤害别人，为什么？
因为他从后面之后，他是几秒钟的时间向他的脖子，我们都知道脖子大动脉非常多，很危险。他刺一刀已经够危险，他是刺了好几刀。对，所以等于是说他意思要置这个所谓伊丽娜于死地。所以他这个没多久之后，你看这个其实我们碍于此，我们不能够给大家看，但是真的有够残忍。那这件事情，你看。这个伊丽娜，你看她是好不容易逃离乌克兰的战场，来到美国生活之后，就这样命丧在整个街头上面。好，那我们讲，现在大家就去找这个德卡洛斯，就没有一找他的时候吓都吓傻了。赵，你知道他的前科居然有这么多，就是他过去的前科有这么多，他一共至少被逮捕了14次。不是你的意思是说，这每一张照片都是他，都是因为我犯案完，对，我犯案完之后，警方我到了警察局之后，我会拍一个卡片，对，口卡，你知道吗？结果他14张，对，而且每一张他的表情都不一样，对，没错，那每个犯案都不一样，对，那他怎么还放出来？警方去查这个德卡洛斯的时候，一查，他的这个前科还真多啊！好，那呢，他是不是有什么袭击、枪支，然后这个重罪、这个抢劫，还有窃盗等罪名被逮捕14次？但是案发前，目前在街头上面自由活动。为什么自由活动呢？因为目前为止，他有一次因为虚报911被逮捕，就是乱说我案件，但是其实没有。然后地方的法官就说：好了，你只要一份书面承诺之后，我就可以让你走了，就是你下次不再犯，我就让你走了。好，然后要求他下次出庭要到场。然后在之前的时候，他曾经因为持有危险枪支，于2014年开始服刑5年，但是出狱没多久的时候，他又因为袭击妹妹再次被捕。不是，他就是我们口中说的问题人物嘛。但是问题是有问题来说，他都不用被关，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现在美国很多轻罪呢，他其实是根本就不会给你判刑。好，那我们讲这德卡洛斯真的很可恶，知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就是伊琳娜，你看。他这个过去，我们在找了他很多 IG 的这个照片。对，他在这个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关系，他跟他的这个姐姐啦、母亲啊，他们离开了这个乌克兰到美国来。那因为到美国之后，很快适应他的生活，所以他讲了很多的这个英文都讲得非常流利。然后你看人家亲戚说什么，他的朋友说什么，他总是乐于助人，事别人，心地善良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又说，因为他这次不幸过世的时候，你看他就说，因为他的父亲没办法来。因为他父亲目前为止已符合征兵资格，被派前往俄罗斯的战争，讽刺到一个疯掉了。对，你今天你已经犯了这么多的罪嫌，结果你今天还让他出来，对，这已经让大家觉得非常怕。是，结果你今天真的杀了人，结果你杀的是一个乌克兰逃难来到你美国人，结果你杀这个人之后，他父亲是到现在在当兵，对，都没有办法去美国参加他的丧礼的。对，没错。所以这件事情让人家心碎就是这样。我刚才不是说吗？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话，很多人在帮这个所谓德卡洛斯或者布朗在说话。第一个时间，你看这个夏洛特的市长，夏洛特市长就是当地案发的市长。那个夏洛特这个市长啊，他是左派。那他什么发生的时候，他说发一个声明，什么声明呢？要求人们要同情这个精神病的患者，就说这个德卡洛斯是精神病患者，然后不要提到他的姓名，还有他的嫌犯的这个冗长的犯罪记录都不要提到他。所以这样，人家能够接受吗？另外，他等于是在帮罪犯在这个说啊，我们不要这个暴露他的名字啊，不要再讨论这个犯罪，不要这样的，不要好像是不能够提起他。另外第二个，你看网络上就有人开始在替这个布朗在这个所谓这个募款。你看说，因为要帮助布朗要支付所谓付款法律的这个费用啊，你看马上就有这样子，然后这个你还可以去马上就点击，当然你就可以。他甚至真的有募到43000多个。对啊，你就还有人帮他募款，然后还有这个市长帮他讲话。这个14次是有算到，他原本第15次的时候，第14次完之后呢，他原本要把他抓住，对不对？他说没有，我觉得布朗要先去精神病院看一下，因为你只要确定的话。他又要再放人，放第15次的，所以这个市长才用这样讲的时候，哪有那么离谱？人家就杀人嘞，对，人家就说你是不是要为他脱罪嘛？哈，白宫在9月9号说，将布朗称为这精神失常的怪物，哈。然后尽管他的这个有冗长的犯罪记录啊，还有精神的问题来说的话，他说我们不可以叫他让他放回街头，而且让他自由屠杀一名无辜的这个妇女。所以这样白宫的态度。或是所谓的这个川普的态度，显然就是要跟左派开战的一个状况。而且你看到，连伊隆马斯克对他都转发，是他也没办法看得下去了。他转发的是什么意思呢？赵文知道，他转发的是说，你看这些左派媒体，什么 AP 啊、TBS 啊、NYT 啊这些，你看这些左派媒体呢，纽约时报他说什么？
你一个报道都没有。他这个零的意思是说，你没有人报道这个事件啊，没有人报道，对，没有人报道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其实在美国已经炸锅，但是你在这个左派媒体里面都是零报道，所以等于是来看这一次，我觉得伊隆马斯克这一次呢，跟川普站在一起，或许有可能让他们两个关系会好转。但是这毫无疑问，川普要趁着这次机会呢，他觉得要开进左派的这个门口里面。好，那他现在开始开战，怎么开战？他说呢，他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他最近签的行政命令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命令来说的话，因为美国有很多地方是零保释金，就好像有一点像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来说，我把你抓进去，你可能犯罪，你可能比如说你是打人怎样犯罪，你要放出来要保释金嘛，对，不用保释金就把你放出去。这美国很多都这样做。那他要求什么？他要求说，我们现在去调查所有没有所谓保释金的。他说这个继续执行无保释金的这个制度的司法管辖区会获得联邦出资的这个状况。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地方你是零保释金就可以让犯罪出来的时候，我联邦资金不要给你的。难怪这一次他已经前面我们刚刚讲，对这名杀人的犯人，这名嫌犯14次，他也是无保的。对啊，没错。所以我当然没有差。对，结果那你知道吗？他们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纽约州引进这样的这个制度之后，结果赵你知道变成什么样吗？犯罪率飙升，谋杀罪的飙了47%。从2019年的319件到2020年的468件，然后从此之后，纽约的犯罪率提高20%，然后呢，后来来说的话，整个犯罪率提升了169%，所以等于是说，整个犯罪率都大幅的这个提升。对，好，那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夸张的这个案例？我们讲这个有一个叫 Blanco， 他是委内瑞拉的黑帮，然后来到美国，然后他因为非法进入德州被捕。他第一个他是非法的移民，对，没错。2，他开枪。企图谋杀，对，再来吸毒，4，性交易一名未成年少女，这在台湾每一项都可以把你关到死，结果他都是或是无保或是，对，所以这就是川普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嘛。好，那还有一名男子，他长期是一个窃盗惯犯，他被捕了254次。但是法院呢，只能让他在监督释放，然后就状态就出来，所以等于是又是没有无保释放，所以254次，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在马路上走，当然会让美国的犯罪率会飙升啊。好，那我们就跟他讲，目前为止来说，川普就开始非常不爽了，他就说这样。世界上有邪恶之人，我们必须要直接面对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国家可言了。那么他前阵不是把这个国民兵派到这个华盛顿特区吗？特区之后，你看他展开大规模的反犯罪行为之后，你看凶杀案在8月中旬13天是清零的，截到9月为止来说，累计逮捕了1914个人。好，那他当然这次大胜之后，他准备要派到哪里去？芝加哥。他说芝加哥为什么他们不是说他马上把这个所谓他们的国防部改成战争部吗？对，他说我们马上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战争部是真的在作战，然后他要发动一个叫做中途岛的闪电战。在这个墨西哥籍的非法移民呢，赵尔他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强制性侵13岁以下的儿童被逮捕，就没有在外面拍照啊。现在所以芝加哥的街头上。军车都是一整排的，对，所以就是这个人，他性侵13岁儿童，然后在街上拍照，这个 ICE 上就把他抓起来，而且他非法移民，当然把他抓起来嘛。好，那进到民宅里面，你看这是他们进到民宅 ，ICE 的人士，然后进到民宅里面去盘查，你们哪些人是非法移民啊，或者有哪些犯罪者在这边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进入到民宅的这个画面，你看他们就这样荷枪实弹的进去，也不给你 K 啦，反正我们就进来了这样一个状况了。可是赵总，你知道这有什么样一个状况吗？芝加哥是非常多左派或者是自由派在这个地方啊，你进来之后，他们跟你抗议啊，他们跟你对峙啊，他们就是说什么，这里不是莫斯科，这里也不是北京，哪容了你这样子？你看他们这些都是没有犯罪的人，他们是为了替那些犯罪者出头，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所以反而是他们都在跟那些这个 ICE 的人员就扭打起来，那甚至还有很多左派人士就跟 ICE 这边打起来了。这个画面我吓死。蒙面对，蒙面就直接大马路上直接这样抓人，对，而且他们就像很多左派人，这也太极端了吧？对，那没办法，因为芝加哥的这个治安真的太差，然后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就做这样一个事情。好，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芝加哥会这样做？因为事实上有一个住在芝加哥的人，他写了一本书，是说什么？他当年的这个18岁的弟弟呢被谋杀，他当时在朋友站在芝加哥的一个街道上面，结果没想到几名不明的男子连续开枪。当场发了50枚的弹壳，把他弟弟打死。所以他这个因为芝加哥这个事件，所以这个川普逮到这个东西，然后就马上进到芝加哥来整顿整个治安。
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所以川普他特别分享这个书，对因为过去2022考德威尔的这本书，他写了，他说这一本是感人至深的书，叫做《我弟弟被谋杀的那天，我在美国暴力犯罪的危机中的历程，我们会让美国再次安全。之前不是有派国民兵到加州去吗？那加州加州当然就不爽，他就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没有最高法院他裁定什么？暂时解除这个加州联邦这个法院对移民 ICE 的这个限制啦。他说，川普可以在南加州开始展开所谓流动巡查式的移民突袭行动，他就允许这个探员用肤色、语言或是口音进行拦查，还有拘留，所以等于拉丁裔都有可能被抓。所以拉丁裔根本变成什么？他们美国眼中的合法猎物。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事实上在之前不是也说过吗？这个过去加州有所谓零元购，对，那零元购来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在那边这个大肆的抢劫。你看这是什么？发生在加州圣荷西市的。你看一群这个蒙面抢徒哦，他开着车10多人直接撞进来，撞进珠宝店，然后撞进珠宝店的时候开始抢劫。你看他们就再撞好几次，那这个老板当然吓傻了。对，然后一进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蒙面之后冲进来一堆人，然后十多名大摇大摆的进来。然后用斧头啦、狼这个所谓铁锤啦、狼牙、这个相关一直不断的敲打我还以为玻璃柜。这画面，我以为是警察在攻坚什么事情，没有。撞完之后，所有的蒙面人10个人，全部都杀进来。对，没错。然后把这个所谓玻璃柜，因为你看都是玻璃柜，全都砸烂了。然后把金饰都抢走了。那老板要说，你不要抢啊，就被一名的嫌犯把他推开。对。然后推开之后，导致这个老板就发生一个中风的这个状况。然后不是那个老板，我没看错吧？他很老嘞，他88岁，几岁啦。然后结果你刚刚看到画面，他推开对，他就倒下去了。对，但是他们还继续在抢，不管你，反正他们一堆人就在那边打砸抢，完全不管你的一个状况。然后不免，然后有一个这个店员呢，他后来呢被他们这个怕到，他躲到旁边去，双手都举起来，就被这些人还是照样去搜刮阿里形象的生命米家，然后弄到贴出来。所以这怎么样？你看，因为有这些画面，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芝加哥的枪击案。然后包括说，刚才我们的这伊丽娜，她在这个夏洛特斯被这样莫名其妙被杀死，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所以这等于是这些案件让川普逮到机会。他这一次呢，不是要当美国队长，他要化身成高谭市的蝙蝠侠。宇轩，现在川普是怎么样做？就几个字：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甚至什么极端的手段，我就直接弄到底。尤其是什么？当川普今天这样做的时候。你下面的人也是会这样做。我今天看到这讯息的时候，吓一跳。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竟然因为住房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住房是美国的一颗未爆弹，一定要去处理好。但没想到贝森特竟然因为住房事情，跟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普尔特，竟然在一个餐会上面。差一点要干架了！对照大家都知道呢，曾经贝森特已经跟伊隆马斯克起过冲突哦，两边呢先是胸部撞胸部之后呢，沿路大打出手，打到这个走廊上，怕他昏天暗地。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贝森特又来了，不只是讲到非常手段，我觉得他是非常凶悍，太凶了。加斗，因为什么？因为他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公开场合哈，这是一个晚宴，等于说它是一个庆祝的派对。没想到他庆祝派对上呢，受邀过去很多的分部人都有去，就去到现场的贝森特呢，他就看到这个谁，看到这个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叫做普尔特，他人也在场。那这个普尔特呢，他有什么身份？事实上，他跟卢特尼克是妈金骂。那大家也知道嘛，贝森那个卢特尼克基本上两边是属于我们讲不同的派系，等于说川普刻意把这个放在恐怖平衡，所以呢，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马上呢，贝森特就直接飙骂，为什么？他就靠过去了，他主动去找这个我们讲的普尔特。他跟普尔特说什么呢？说他擦的，你为什么要跟总统说我的事？去你擦的！他直接干掉。他讲什么叫总统事，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住房以及相关的关税战处理上还有一些细节他肯定是有去跟这个总统摇耳朵。你在讲我坏话。等于说他跟卢特尼克可能两个人一搭一唱嘛，说这个贝森特这一咖怎么样啊？总统你不要听他的啦，因为呢两边董事呢意见相左，对于川普未来的政策呢想要去引导，结果呢他就说你这个当着面川普去讲我坏话。然后呢，你还跟我们讲的，跟我这边装妈鸡骂，等于就说我已经知道你在背后捅我刀来之后，还说哎呀部长啊，还在那边给我给鬼给拐，我当场就给他 saving 嘛。贝真的是太凶了，讲完之后他说我要在你
上揍一拳。哎，对，没有错。那你看哦，现场主人就觉得说这个情况太冲突了，很尴尬。马上这个金融家马利克跑说：“好啦，各位不要为了我吵架哦。”结果他有没有理他？没有，贝森特照样继续硬哦。少年才会，你说这样拉，没有，我就在跟他吵，怎么样？对，是这种的哦。公亲变事主就是这一个哦。所以看到有我们讲的男子吵架，千万不要靠过去，他就直接跟他讲啊，不然要么他走，要么我走，直接给你擒了哦。我跟你讲哦，要么你告诉他我谁他的，滚出去哦。他说直接叫他出去嘛。然后后来呢，这个普尔特哦，他比较孬哦，他就直接跟他讲说，不然我们去这个我们讲的外面做什么啊？你为什么要找我去外面？因为贝森直接跟他讲，不然我们现在去外面啊。去外面啊！你知道他说去外面什么意思吗？干嘛？就89最喜欢讲定高 key 啦！我靠，输赢啦！输赢！这边来啦，去我靠没有啦，来呀，输赢啦！真的假的啊？美国财政部长，财政部长，他看起来很文绉绉哎，他是索罗斯的，对不对？第一大弟子，结果他是更加喊苏牙的。他说：“那你要我出去干嘛？跟你聊聊天吗？”他说：“不是，我要呢，他的揍扁你。”他说：“我在你脸上猫一拳。”哎，各位，我们现在讲的是美国高层哎。哦，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什么，我们讲的什么街上的什么混打架。那你知道吗？最后分开之后呢，各自带到各自的俱乐部嘛，说啊，你们两个 calm down 啊，冷静一点啊。这最后面呢都装作没有这件事情。为什么双边争这个争执呢？因为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现在当前最大的问题。他们都在形容说，整个住房政策已经亮起红灯。那红灯他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租金上涨，也就是说，美国多数人他不一定持有房子，但是呢，这个租金上涨到目前为止已经高达了21%哈。对，那你说21%什么概念？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讲中国的社保问题？他们的房租哦，也类似像社保一样严重，因为占了收入的30%。那知道啊，我几乎所有的钱都拉，全部都弄下去了嘛。那现在当然要解决方案啦。那解决方案是几个呢？第一个叫做资金补贴。什么叫资金补贴？资金补贴也就是说，透过所谓 Big and Beautiful Bill 那个大而美的法案来去挹注。那这个部分已经解决了嘛，砍旧。那另外一个叫做关税减免。那关税减免是什么呢？关税减免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建材、有一些建筑上的材料要进口的话，就不要再课关税了。还有所谓的分区管制改革。所以美国现在遇到一个大问题是，租金越来越贵，我的薪水也没有涨到哪里去，然后我的所有赚到的钱有30%都要拿来缴房租的。对，所以利息就变得额外重要了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呢，房利美跟房地美这两个我们讲的贷款公司哦，它一定要把它民营化，来去扩大它的资金成本，来去照顾所谓的美国的老百姓。因为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又扯来了，就是 Powell 啊，那 Powell 就是所谓的 Powell，也是他们两个吵架的原因啊。到底在吵什么吗？这个普尔特他一直在讲一个概念，说，那个鲍威尔让他下台啦，你就跟他讲说他大楼修不好，那个修缮有问题，叫他滚蛋下来。你看他们之前有一个库克还涉嫌炸弹，这个我们讲联准会都乱了套。然后呢，贝森特就一直跟川普讲说，你唔通听爷啊！你现在哦，如果让 Fed 直接解散重选哦，世界景气哦，经济会崩盘呐，这会动荡金融秩序。因为他以前是我们讲的索罗斯出来的嘛，所以他最懂了嘛。但是叫他才不管，所以两边就在那边吵来吵去。那当然最后是听贝森特了，没有直接把 Powell 直接砍掉，直接砍掉还得了。但是我跟你讲哈，只要扯到跟所谓的决策有关哈，贝森特跟疯狗战狼一样。伊隆马斯之前就是这样子啊。伊隆马斯之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一样任命官员人事国税局代理局长的位置，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跟这个 Powell 一模一样的概念？贝森就骂这个我们讲的哦，伊隆马斯说你就是个骗子，从头到尾你都在骗人。然后两个就开始这样，然后当然是伊隆马斯先撞他，对，撞他像橄榄球秀这样撞一下，然后两个就大打出手，一路就被带到白宫西厢，不是跟开玩笑一样吗？所以我发现这搞不好是贝森特。而且你看到哦，这个完之后，马斯克的眼角就出现了这个所谓的淤青。对，这淤青之后最好笑是什么？没有，我被我儿子打，你知道我很爱我儿子啦，怎么在？没有哦，现在看起来跟贝森特是有关的，对，都有血光之灾哦。对，因为他这个时间点前后是差不多的时间点，就是贝森特跟他打完架之后呢，他就突然出现。的确，现在贝森特最强是什么？第一个，他敢冲；第二个，他敢战；第三个是什么？他感情了，他会玩心理战的。他不达目的不择手段，不管物理性、心理性哦，还是给你讲我们讲肉体攻击，他都干得出来。因为最近最高法院是不是讲说这个关税哦，很有可能哦，要直接把它斩断，判定他违法，对不对？但如果最高法院判了，那就是挂啦。就你知道贝森特他多凶吗？他就跟你讲说，哦，好啊，那我放推，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敢呢判我们这个违法，那我就直接呢把7500亿跟1兆美元的这些征得人呢，我就全部退回去。
我甚至还加补偿款。各位，我们关税赚1兆喽，会赚到1兆哦。没关系，我就还啊，还哦。我就还了。那我跟你讲，它只不过美国财政可能会崩溃啦。哦，那世界可能会大崩坏哦，因为秩序大乱，那这我没办法啊，所以你如何敢判哦，你就去判吧。那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年光利息缴利息就要突破1兆美元了哦，所以没关系啊，你好好想一想啊。所以看贝森他就很敢，为什么？就是说有种你就去给我来做做看，因为他对他来讲哦，现在川普政府哦，包括关税包括改革的事情哦，他是雷令风行，也就是说你要办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办到底。至少我们刚刚特别提哦，现在美国什么强硬的手段、极端的手段，对美国人哦都可以这么狠。你看到贝森特连自己人他都敢骂，他都敢打了。对中国，你觉得会软吗？没有，更惨。就我们之前已经讲了，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晶片锁得很紧，对，心想一定是锁得更紧、更狠的情况之下，难怪。今天被形容是什么？他又心肌梗塞了。对，没错。上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川普只会对中国越来越狠的一个状况。那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在讲吗？中国股市是泡沫化，对不对？但是它现在泡沫化真的泡沫要开始出现了。为什么？今天有一档股票大跌，叫中芯国际大跌了这个约莫12%左右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为什么中芯国际会大跌呢？因为原本大家都认为说，哎呀，中国的这个晶片要自主啦，那中国人你看中国 AI 股涨成这个样子啊，那帮他们代工的公司一定会很好嘛。就今天呢，人家就调查出来了，就说什么？他说呢，中芯是中国领先的本土厂商，但是美国的制裁让它的这个整个曝光机没办法使用，对，也就是说7奈米以下它几乎是没办法使用，所以它面临到低良率的问题。他就说，这个到2027年左右的时候，它顶多1个月能够生产大概1.8万片左右的这个细晶，这个所谓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然后它的良率大概是只有30%。良率只有30%，还要晚吗？对，这个实在太低。你知道，我们台积电目前为止能够生产的整个这个 AI 晶片的这个总数量的话，1个月的月片量大概是5、6万片，甚至更多以上。而且良率的话，已经高达约莫是80、90%。所以你看，你要生产1.8万片，你要再知道哦，你的良率只有30%哦，所以你要1.8万片乘以0.3。所以你能生产出来只有几千片而已哦，对，所以能够用的只有这样哦。好，那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就卡住你整个 AI 的发展嘛。你说好了，你这么什么寒武纪都是跟这个中芯下单，问题是中芯的单就这么少，你还能怎么做？好，那除了这个 AI 晶片你本身的代工率很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在卡你另外一个叫 HBM 叫高频宽记忆体。好，那什么叫高频宽记忆体呢？我们知道一个这个所谓的 AI 晶片上面来说啊，有 CPU 有 GPU， 对不对？然后还有 HBM。CPU 就是用来运算数字的，那 GPU 就是用来你这个推理，就是说它用图形来训练你。那 HBM 呢，就是它有大量的资料流来流去，要用 HBM 来管理。那我把你这个 HBM 控制住之后，你根本就没办法生产出好的 AI 晶片嘛。所以等于美国现在把你控制住之后，那因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现在还能够做呢？因为前几年美国没有控制的时候，他囤了一堆货。但是问题是囤了一堆货之后，明年来说就没办法自己生产这个晶片了，因为它的进口的 HBM 就会耗尽了。所以因为耗尽的时候，所以你知道，所以还要断粮了。对，所以中国一直在今年的谈判里面，他一直有跟美国谈到这一点。啊，你 HBM 要给我啊？对，因为为什么这一次我是说这次韩国倒向美国很重要呢？因为 HBM 目前为止除了美国的美光之外，另外生产的就是三星还有海力士。那海力士不敢卖给中国，但是三星一直很想要卖给中国啊。所以它过去一段时间来说，它跟中国出口大概1140万个这个 HBM， 占中国目前库存的很大一部分。结果现在如果假设三星也不敢给的时候呢，那等于是中国的 HBM 都没有了。对 ，HBM 都没有了之后，我们就讲这是 HBM， 他们从这个是华为还有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供应。你看过去的一段时间都一直往上升嘛，那后来HBM 供应少了，所以它等于是 HBM 的数量越来越少。你看到明年之后呢，它整个就会短缺的数量这么大，所以在这些短缺的数量这么大的这个情形之下，恐怕会让华为的这个升腾系列的晶片没办法生产。所以这就是美国要的这个部分，它就是我卡住你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这个卡住它非常重要呢？你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个，他说呢，他们在展示，他说中国的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用所谓人工智慧，他们用弄个杀伤网，对，然后部署武器系统，然后后来6天之后呢，这个上海交通大学已经赢得了一个军方的这个模型，就是他们把这个 AI 模型用在做他们的短的一个杀伤网，对，6天之后。中国军方就宣布，你上海交通大学可以得到一个国防的合约，对，这效率也太快了。那为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说呢，他们利用什么演算法然后根据雷达、声呐，
还有其他资讯的来源，建立所谓的海上海战的这个模型，对然后利用这个模型协调出来之后，我们把所有的飞弹系统还有无人机的这个资产来消灭目标。所以它的平台就是这个，然后对就可以完全的跟这个所谓的武器做连接了。对，而且他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譬如说在一个有31个敌方目标的这个高烈度的这个情境中，该系统平均在2.2秒内生成了由数十架无人机组成的杀伤网。所以等于是说，杀伤网我们有很多解决方案，很多解决方案之后呢，就由指挥官来判断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它整个系统就是这样一个作战平台。对，我下给他一个 order 之后，他就会展示出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武器，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搭配，无人机要怎么搭配，然后怎样。你看它演算出很多的这个状况。好，那因为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把这个演算的能力呢，用在这个未来的军事作战。这个其实很难。照你知道，美国也有这一套系统，但是美国呢，现在把它用在乌克兰战争。我们曾经在讲过，乌克兰战争不是有类似 Uber 的这个系统，就是说，我这样作战的时候，我可以有哪一台发射这个，有哪一台发射坦克、无人机怎样去饱和攻击，他们这也是这样一套。那这样一套需要 AI 来运算出来。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是这样一个作战平台的这个能力。好，作战平台的能力呢，你看它会选，它这样子说，我下一个指令之后，你看局部杀伤网，然后优选杀伤网1、2、3，它会有很多解决方案出来。解决方案之后，那我觉得我只要选，这个解决方案来说会是有怎样哪些？你看。它其实组成的部分都不一样，我攻击的不一样哦，那攻击的不一样，那我怎么去攻击？有很多的解决方案，那由指挥官来选，我这时候需要怎么样一个这个解决方案？等于是说，他应把现在所有战场上收集到的资讯，我都整理起来。比如说，我今天要攻击张兆和，好，张兆和我有3个解决方案，那3个解决方案怎么样会最快杀掉你，最快干掉你？他都帮你算好了，对，我就选择这个，或者说哪一个解决方案我的自己的损失比较小。所以这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中国在做这种所谓网络的运算，这样的话让他们的作战平台当然会更加的这个所谓提升。所以才说中国现在也需要大量的 AI， 这就是美国跟中国现在就把你掐得紧紧的。对，那当然美国当然知道嘛，我就把你掐得紧紧的，我 HBM 不给你，我的最新的这个晶片的设计能力不给你，你自然而然就没办法发展这些所谓的攻击性的相关平台所需要的相关的资讯。瑞德哥，我们刚看到什么？他们 AI 也太威了吧？跟美国在乌克兰战场的那一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这也难怪为什么中国要把它紧紧的为什么美国要把它紧紧的掐着？结果我们看到一个画面，什么？93阅兵当天，我们不是说他在秀肌肉吗？不是秀杀气吗？你看到这个，这是什么？这是雷射的武器，叫 LY1。这 LY1 太厉害，它看起来可以用雷射的方式直接来解所谓的反舰导弹。结果现在这个牛皮被吹破了。它不堪用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天盾雷射系统啊，看起来很棒。那么事实上呢，沙特阿拉伯啊跟他们购买的这个天盾、天锚地盾，那么天盾系统呢，那么号称有一流的雷射、电子干扰等等，还有锁定，包括无人机啊也可以干掉，然后包括各式的这个先进的雷达系统也可以抓住，然后很快就会反应，就可以保护，听起来很不错。然后在可控的环境下，什么叫可控的环境？就是温度啦，什么都可控环境下，有经过实战这样的实际上这样操作，对 ，OK 的，很威的。沙特阿拉伯就买了嘛，买了以后就放在沙特阿拉伯嘛。请问沙特阿拉伯的环境是怎样？高温，还有因为它有沙漠的地形啊，干旱的地形，所以呢。灰尘啊，一上来的以后呢，包括飞沙走石啊等等啊，沙特阿拉伯发现一件事：每当飞沙走石的时候呢，它的雷达、它的光学就会出问题呀。为什么？它没办法穿透吗？因为飞沙走石啊，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不可能的任务》里面那个飞沙走石很可怕啦？然后呢，结果呢，他就发现。那么这套道理来讲，你发现了这个等于无人机啊，你是不是要立刻锁定雷达，锁定右，然后呢，包括你雷射打出去了，无人机就GG啊，应该是这样吧？理论上，他发现沙特阿拉伯发现了，那么单单锁定这个动作，大概就要15到30分钟。人家都来了，都炸完了。不好意思啊，15到30分钟，你的无人机已经不晓得动到飞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这样呢？最多不到3到5分钟，你就应该要锁定，就把它打下来了嘛。然后所以呢，那尤其在高温的情况下，因为沙特阿拉伯就是一个很高温的一个地方嘛，高温的情况下，飞沙走石的情况下，它会失真，它整个雷射、整个光学全部都会招晶体啊。那怎么办呢？他们现在要求中共要把它
改进，把它设计改进，要能够达到我们沙特阿拉伯的要求嘛。对他只是不好意思说我要退货，他只是不好意思这样讲。为什么呢？各位，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这个事。还记不记得那么伊朗啊，美国跟那个以色列不是轰炸伊朗吗？对，伊朗相关的这个也是跟中国买的这个 JY10的那个雷达相关的系统啊，号称可以抓到方圆800公里100个目标。哎，听起来就恐怖了，你知道吗？因为100个目标就神盾了，比神盾还厉害了嘛。结果呢？结果美国跟那个以色列的飞机一架都没抓到，噼里啪啦的全炸了，就轰完了。对，把伊朗给炸得一塌糊涂了，连那个核子设施也被炸得一塌糊涂。那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锁定100个目标，然后呢800公里你们都 OK 吗？很多的东西，尤其是高科技的这个等于武器啊，要经过实战训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等于说乌克兰的战场发现一件事。世界第2大的军事强国俄罗斯，那么号称有好多这个先进雷达啊、高科技，那可以锁定，甚至最厉害是什么？炮弹从哪里发射在40公里、50公里外，我立刻反击，立刻把它给砸掉，这个把它给毁掉，听起来很棒。可问题是你要能够真正的做到啊！你在战场上做不到的话，那没有用啊！中共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了，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本来快要完成的卖给泰国的3艘潜艇就要完工了？被泰国退货，对，理由是潜艇的最大的精神灵魂命脉所在，它的发动机系统它是柴油的。泰国一定要德国制的，那老公就拿不到德国制的，因为不准呢，这个整个这个欧盟系统就不准给老公这个发动机嘛。老公跟他说用我们的啦，泰国说我不要，然后用我们的，我不要。讲第3遍了以后呢，那我就直接3艘潜艇我退货，我不要了，你知道吗？还有。那刚刚不是讲到沙特阿拉伯吗？对，沙特阿拉伯也不是第一次退货，为什么呢？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曾经在评估中共的火箭弹，中共是世界火箭弹生产第1名，中共火箭弹跟韩国火箭弹经过实测。实弹射击了以后呢，2个国家直接放弃中共的火箭弹，直接购买韩国的火箭弹，所以你就知道中共号称有这么多的武器，但问题是说一套做一套，实战还是最重要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